但去年在 ins 玩的时候认识了一个男生，快谈一下谈一下。当天他主动亲了我，后来约会了好几次，我也慢慢接受了他。之后我们断断续续保持联系，1个月见1、2次面吧，主要也是为了他要吃纽翠翠。这种关系我在小红书上学到了，原来叫 situationship。这个男生是我的理想型啊，我们很多人都是被迫卷入这样的关系。这个男生是我的理想型，对方事业有成，性格外向体贴，所以在内耗了一段时间后，我打算断联。啊？内耗一段时间不应该表白吗？其实我没勇气跟他主动提出来要交往，因为我没有什么自信。哎，没出息的我，又跟他什么，还告诉自己就享受这种感觉吧，安慰我自己很洒脱。我也不是一个非要结果的人，但是最近发现他应该跟我也不是1对1的关系，所以决定正式放弃。最近越想越生气，被迫卷入这种不健康的关系，消耗自己，同时又想念他，我真是太完蛋了。后来刷了好多视频，发现很多套路都是这样的。我怎么30好几的人这么傻，还在想这种关系能不能有未来？哎，别谈了，别谈了，不是一个正面的宣传，我感觉别谈了，别谈了。咋办呢？咋办呢？只能吃1堑长1智了。摩托车，摩托车是你吗？你的声音听起来不太好。你怎么了，摩托车？遇到的人不对是吧？那 ins 还能去吗？哎，就是去哪儿都得注意安全，是吧？对吧？大家都是成年人，你是去哪儿是吧？别谈了，别谈了。去哪儿嘛？你说你去，咋说呢？想举点例子，感觉也不太合适。哎，反正大家是吧？现实一点，面对世界，知道这世界在发生什么，但是也不影响你憧憬一些浪漫的东西嘛。但还是得知道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。
但求助，我出轨了，好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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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这个加害者的来信了，我们一定要善待他，好吗，朋友们？这个加害者的来信我们一定要善待，不然以后这些朋友都不愿意投稿了，我们一定要善待，好吧？与人为善啊，不要那个言语上稍微控制控制。但求助我出轨了，我不知道要不要分手，我有点舍不得我现在对象，但是他想结婚呢，我又不想。老二，行，老二就是出轨对象呗，老二直接就老二了。老二是过年时候出去玩认识的 ，rave 认识的，这怎么感觉又跟 ins 有关系？对方主动邀请我，是我没有接触过的年轻那种类型，非常好奇，非常感兴趣，非常想试试。老牛吃嫩草，真香啊！我上大学的时候，他还上初中呢。后来果然也吃了牛脆脆（括弧香喷喷），之后就互不联系了。但是这个事让我发现，我好像并不爱老大，因为我虽然是第一次出轨，可是全程都没有愧疚之情。与人为善，面对老大的时候反而更加宽容，心态很稳定。和老大吃牛脆脆体验一般，这也是我不想跟他结婚的原因之一。我觉得我还会出轨。老大已而立之年，但恋爱谈的不多，对爱情抱有美好的幻想，对我非常死心塌地，也踏实生活，家境小康，完美的结婚对象。我感觉我还不满足于现在的生活，如果有机会想体验一切我没了解过的东西，我想做的他应该也都不会抗拒我做。出去喝酒蹦迪也不介意，但是他自己对这些不感兴趣。比如话剧、电影、艺术、文学，虽然我也不懂，但是我有去了解的动力。可能说的这些都是借口吧，就是没有那么爱。我俩平常相处呢，在感情上就是粘人、矫情、天真小女孩，好天真啊，天真真啊，天真小女孩和万事不操心、钢铁直男的感觉啊，所以我感觉他不太成熟。生活上，他偏好希望亲密信任的人帮他做主，但是我和大多数人恰恰相反，我不想操心他的事情，也不想给他做主，所以我还应该继续处下去吗？还是应该分手？一边觉得自己不爱不想结婚，一边觉得他这样的人很难得，不想放过。放过他吧，好不好？放过他吧。特别纠结，如果谈，接下来应该怎么谈？如果不谈，应该怎么和他说分手啊？你就这样，你说，我觉得你臭烘烘，我们分手吧，这样就可以了啊。还有后面还有啊，对，和老大已经谈了2年了，是人生中最久的一段，中间我也提过2次分手。你看你这不会分手吗？你还让我教你，你都提2回了吗？都是聊天习惯和吵架解决方式的矛盾，最后以他无声的退让告终，没分成。哎呀，我非常无奈，谢谢。牛翠翠已经激情下单，赶紧分了吧，好不好？求求了，我替他求求你了，大侠，啊，这位大侠，咱们好不好？咱们那个不杀之恩啊，谢谢了，行不行？求你了，散了吧，啊，放过他吧，放过他吧，
作者是男的女的？女的。女孩，女孩子。算了吧。女的。我能看着头像。还有人称代词偏旁部首。啊，算了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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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不好？算了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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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算了吧。女生啊。算了就行，别琢磨了。但，我无法想象未来2年的生活。我爱的人今年8月就要去读全球 top 的 MBA 了，要去2年。我25，他29，他是我在这片异国他乡唯一可以交心交底的朋友。他要是走了，我就要孤零零的，明年还要在这儿读研。简单来说，他是本地人，家庭相当复杂。他读完 MBA 呢是要回来接班的，我就留学，家里和他们家族有一些工作上的往来。家族去年年底因为工作原因接触认识，渐渐爱上了他。这期间因为公事见过几次，平时很少会聊天。他问过我着急结婚吗？还跟我说他要娶个中国老婆，要我教他中文，我就上头了，就情不自禁的幻想有雷的啊，就是没开始是吧？幻想呢是吧？我闺蜜建议让我冲一冲，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。可是这些对我来说都好难。我想维持这表面的平静，带着成年人的体面和尊重，温水煮青蛙，慢慢磨。这段关系我很被动。我研究生毕业以后，工作还是会留在这边，会去他们家的企业里，所以一直把自己的情感藏着。我最近伤心欲绝，一个人在这是崩溃的状态，但是生活和学业还得继续。2年内也许会有很多变数，距离8月还有几个月，还有几个月？问我呢？还有5个月，我该有所行动吗？5个月。你现在备考 MBA 都够了，你也能考上，你就跟他一起去读呗。5个月呢。朋友之前还给我寄了牛脆脆，真的很好吃，祝这生意兴旺。谢谢，我刚刚那个态度确实有点不好。还有5个月啊，一切都还来得及，姐妹儿啊，5个月，咱们那个好好学习，好好努力，跟他一起去读 MBA 啊。感谢你的支持啊。但36岁生日啊，祝我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。QQ 会推送10几年前今天发个什么的动态，都是一些剧啊、小说啊，天气怎么样啊？感觉自己那个时候自由又快乐又愚蠢。回望这10年，发现自己从一个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人，变成了一个一眼望到头的人。26岁结婚，老公是我大学就爱上并主动去追的人，也经历了从没钱到现在稍微生活宽裕的过程。当初大学毕业，他工作跟我不在一个城市，也果断辞职，来我这儿重新开始。我曾经觉得很感恩，也觉得非常幸福。到现在我们组建家庭，有个孩子，他事业腾飞，基本上不着家。我也翻过他的手机，查他聊天记录，查他定位，去堵他，回家发火把他赶到沙发睡，这些事儿我都干过。他开始也解释，因为工作需要不得不应酬。但是最近一次被我发现，就是他在跟商 K 的女的聊天，并准备约会。我不知道他约会要干什么，我没看到下文就跟他摊牌了。他说是约唱歌，
喜欢音乐。这件事情我们也深刻的谈过，他说他不会再这样了，但我保持怀疑，并且他在他晚归的时候开始疯狂的脑补他又在干嘛，继而在他回家后发脾气或者阴阳怪气。我恨自己太关注他，没有自己的生活和爱好，得过且过，太多琐碎的事情，实在是难得写下来，让我觉得婚姻、爱情、男人也就这样吧。新的一年，我鼓励自己好好过，去爬山、看风景、锻炼，把自己养好，不要中途放弃。加一个行不行？爬山、看风景、锻炼，把自己养好，挣点钱啊，挣点钱，有点自己的事儿。你没事你老看他干啥呀？是不是？喜欢古典音乐。咋听的呀？刚这么一封信，怎么听出来喜欢古典音乐呢？嗯，铁盒饼干，今天上个新的，好吧，做点自己能做的，挣点钱得了，干哈呀？何必呢？何必呢？我在踏进部门的第一秒就爱上了他。我道具呢？快把我道具给我！那时候他的脸被电脑屏幕挡住了，但是那一刻就知道是他。我真的就有电影里那种周围空气都凝固了的感觉。不是电脑屏幕挡住了，但是那一刻就知道是他。喜欢显示器的背面。结果第二天就知道他已婚了。后来几个月我们也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同事关系，我也一直隐藏着。但是我又慢慢发现他跟以前遇到的人不一样。我们惊人的默契和共脑能力，有时候连我自己都会吓一跳。脑补的，我们都是做艺术工作的，在艺术上的认同感也非常的契合，会给我一种命中注定的感觉。后来我也感觉到他喜欢我，但彼此都没有点破。我俩做过最出格的事就是他开车送我下班一起偷偷吃个饭。我有段时间很着急，想尝试跟他说清楚，但他一直很抗拒。后来他开始变得抗拒我，会用眼神警示我不要离他太近。你把这个理解成喜欢。所以我也表现出讨厌他的样子。什么状态下我被裁了，被老板误会成是讨厌工作了，只是想表现出对他的厌恶，结果感觉是对工作的厌恶。哎，离开公司后，我出去玩了2个月，由于玩的太开心，所以也不记得这个人了。可是回来以后呢，他开始给我分享视频，也不怎么说话，哐哐就是分享。那时候我觉得呢，还是挺喜欢他的，但也比较清醒了，知道不可能，所以不做回应。有一天他分享了一条视频，大概就是主角在讲述偶遇了一个喜欢很多年的女孩，那个女孩是他以前工作的同事，
他知道那个女孩喜欢他，但是他当时没告诉那个女孩他也喜欢他。后来俩人不在一起工作了，还偶尔联系下的。挺累吧，哥们儿？找着这个视频不容易吧？呀，不会是自己现拍的吧 ？AI 生成的。哎呀妈呀！我看着那个视频，哇的就哭了。就没有哇的就吐了吗？哇的就哭了。从来没有体会过人生原来可以这么遗憾。他还是会保持几乎每天跟我分享视频，偶尔聊两句的状态。其实我已经非常坦然的接受我们不能见面，不能在一起了。但是我也不想一直这样喜欢一个不可能的人，想问问他，是就这么放任不管呢，还是找个方法破局呢？拉黑如果做不到的话，你呢？去找一个那种纹身视频的 AI，你给他输入这么一段提示词，我现在需要这样一段影像。男主角和女主角曾经是同事，男主角已婚，同事之间呢，两人有点暧昧，但是后来觉得都不对，两人就结束了这段暧昧。后来这个男主角给女主角发了一个视频，讲述了一个男主角和女主角曾经是同事，彼此有好感，后来不是同事了，但是还偶有联系的这么一个视频。女主角看完这个视频以后，哇了就吐了。你生成这么一个 AI， 你发给他，行不行？啊，品中品，是吧？从前有座山，山上有座庙，庙里有个男主角和女主角。行啊，哎呀，知道没可能啊，还干啥呀？啥？想整点那个不甘心，哎呀，整点那个危险的，好好找工作吧你，嗯。咱们再读一个吧，再读一个，今天就这个吧。发，我刚也是开玩笑，你就这么回他吧。他每次给你发一个视频，你就问他离了吗？不问发什么给你，离了吗？离没离？回答我。嗯，是吧？挺简单的，你自己也能冷静了。是不是？离了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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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回答我。Answer me。你俩关系能变得正常很多，他就算没离也会，对吧？如果你还真的觉得是个朋友的话，也能轻松一些，是吧？成年人嘛，也没有那么非黑即白的，哎，轻松一些，调侃一些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再念一个哈，我现在在美国工作，但定了今年不太忙的时候回国玩一趟。我和 D 的共同好友也会在，和 D 有很大可能会见面，见不见决定权在我。我现在有点决定不好。我和 D 呢是高中同学，慢慢相处着就喜欢上了。我那时候精神状态不太好，做了很多不好的事儿。D 一直在我身边，后来他跟我提了分手。
后来我跟他提了分手，因为我觉得不喜欢了。分手以后偶尔还有联系吧，后面我就到国外上大学，现在已经工作2年了，在大学和工作中也成长了很多。哎呀，有一些进步吧，为自己感到骄傲，也想和他分享。我知道他也为我高兴，就像他一直认可我、鼓励我。奈何现在比较陌生了。其实我一直都想可以跟弟当朋友，慢慢相处，再理清一下自己对他的感情到底是什么。但是一直在国外没有什么机会。再后来呢，就知道他谈恋爱了，我就不跟他再聊天了，因为我觉得我的目的呢，其实也不单纯。我在感情上面比较空白，家里也很开明，结不结婚嘛，生不生孩子都随我。我自己的生活中也有很多令我感到高兴和兴奋的事儿。哎，但是自从我知道要回国之后，我就经常想到他，我很犹豫，如果我们高中同学出来聚会，他也在了，我见不见？不见，我觉得再有机会见面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。他真的是个很好的人。那时候总是我带着一大堆问题去找他给我解决，他有时候的解决方法好笑又幼稚，但实实在在温暖了我。我想看看他现在的样子，听听他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、困惑的事情，或者有人生的小感悟可以和我分享。我会用现在更成熟的观点告诉他我的想法，或者为他骄傲，但是也在犹豫，我有这样的心理去见有女朋友的他会不会不合适？你别单独见不就完了吗？我对他的感情很复杂，写的有点混乱。如果单独到了，希望可以给出一些建议。见呗，同学聚会嘛，热热闹闹的聚呗，见一下，见一下，可能你就不惦记了。发现，怎么不是我记忆中的那个他？很有可能。